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2月23号，比特币还在$23,000附近盘着，也是跟大家计划了有3天，我估计有可能会箱体震荡很长一段时间。那既然判断是在箱体震荡，操作起来就很简单哦，就是矩形的高位不要追，压回的位置倒是可以买哦。包括昨天晚上下影线的低档程序交易的信号，Discord 上面也是通知了一笔做多的建议，价格大约是在$23,600。不过时间是很晚啊，早就已经睡觉了。包括推特上面也是同步了这一笔做多的建议，价格是在$23,600。朋友是在问，如果有对的情况下，现在要不要做平仓的动作？等下来跟大家讲啊，我估计有可能还是在箱体震荡，你不然可以平一半，留一半，设成自己买入的一个防守位。包括日线的形态以及图形的一些技术知识点，以及4个小时里面有哪一些知识点，等下再来跟大家聊一下，有可能还是在箱体震荡，以及这个25000的高位也是不断的上影线，我估计有一些5天的筹码是套在这个位置，所以短线的压力位还是在这个25000，以及昨天晚上为什么这边插针，也是跟大家讲的有几天。美联储的会议纪要昨天晚上已经出来了，但是没有什么重点啊，几乎是所有的官员都支持下一次3月23号只加息25个基点，少数的官员是支持加息50个基点，但是他还是会插针啊，就是主力会利用一些事件盘中制造大波动啊。明天晚上美国的 PCE 物价指数也是一个重点，到时候我们要去留意一下盘中会不会又有大波动。复盘之前可以订我们的 YouTube， 也可以用我们邀请链接注册交易，或者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社群，上面有程序交易的买卖信号。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币为什么还是在看箱体震荡啊？除了一点，上一次25000的高位有3次都是打到这一个位置，同一条线上啊，所以这个位置短线的价格我们来观察一下，它是价格低于这个25000的这个位置，所以这边有一些筹码是套在这个位置，那就对短线造成一个短线的压力。至于还有一个原因为什么会震荡，我们可以观察一下量是不是在退潮。包括这2天也是跟大家讲，下跌的时候感觉是在出量，但是上涨的时候量没办法超过下跌的量，所以我估计有可能会箱体震荡很长一段时间。而且这一波出牛的行情也是跟大家讲了几天，就是因为我们可以看一下这边29000到28000的整个区间，它都是一片套牢的筹码区啊。那上面如果要全部计算出来的话，它的时间昨天是跟大家讲，这个位置横向的时间大约是在500多天。那我们对比20年疫情的底部，当时底部起来之后，这边为什么会盘整了接近80天？就是因为19年的顶部的这个位置算是一个箱体震荡的高位，它这边的时间是接近多少天啊？我们再画一下，差不多90个嘛，所以有可能目前出牛的行情就类似这个位置，它要很长一段时间震荡，你尽量找低档的位置再去买。因为每天好像也有朋友在问，现在还要不要买比特币？前面在 15K 20000下方是计划跟朋友们你可以去抄底比特币，其实买点都是类似这种大跌大崩盘的位置，很多人在恐慌的位置你要大胆的进去买，甚至重仓进去买。为什么跟大家讲20000下去可以抄底比特币，15000也可以继续抄？就是因为它大跌啊，你尽量大跌的时候去买，只要大胆的买，不一定会套死人啊。特别是时间跌了1年多的这种低位，有买的话也不至于现在还问要不要买。当然我也想帮一些朋友看还能不能找一些位置买，你不然就看我的程序信号。那另外还有一点想跟大家讲一下，就是4个小时提了有几天，目前4个小时里面有2个空方的吞噬哦。空方的吞噬有一个不好的现象是，昨天有跟大家提到，很明显的观察，跌的时候开始放量了，就是红柱是相对比较多，包括昨天这根下跌，好的一点是现在价格是又反到这个上方。那我的观点是，不然可以这样子来观察，我们就以整个大箱体来对待，然后去观察一下这边还有一个箱体，这个位置压力能不能给我冲过去是最好啊。最好是给我冲过去，不然就是下箱体，还有这边还有一个上箱体。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下一次的买点，前面也是有跟大家讲过，有一个支撑位是在23000啊，
23000的位置它也是4个小时里面 Vegas 的这个通道，当然我们也要留一些资金，短线的资金啊，你要防一点，万一它这个通道守不住，万一是又来到这一个576跟676的通道，有没有可能？这是整个盘整的区间要防的一点，万一是它举行整理到位，会不会挖坑我也不知道，所以有些短线的资金你尽量就防一点。然后日线级别23000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支撑位，之前有跟大家讲过，既然前面这边是一个矩形破位的一根 K 线是在这一根这一根 K 线的开盘附近是很重要的一个支撑区，大约就是在23000。然后想再跟大家聊一下，就是这一个均线图我们可以看一下5天的成本现在是拐弯，那短期的压力刚刚不是画了2个矩形嘛，就是这一个大矩形里面还有一个小矩形，其实这个位置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位置的压力大约是在24500美金，也就是这一根5天均线拐弯的位置，是超短线里面的一个压力位。当然我个人是判断你不然就以这个25000来对待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这一次整理到底时间要维持多长，我也没有一个把握。然后我想跟大家聊一下这一个超级趋势指标，我们可以观察一下，一般在涨的时候它都是非常陡但是现在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好像这一个超级趋势指标基本上都是在横盘的结构，所以下一次也观察一下，如果还要在这边震荡的话，有没有可能这一个超级趋势慢慢靠近的时候，有没有可能再压回一次这个超级趋势指标，才有可能是一个中线的买点。当然不是说它真的要压回这么深有可能会慢慢靠近我们可以看一下上一次就是压回到这个超级趋势指标，这个位置21000就是一个买点之前在低位的时候也是有跟大家讲过，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在底部的时候它一直在盘着，超级趋势指标它是没有方向的，就是横盘的。上一次在低档的时候不是有跟大家讲过，你就要去留意一下超级趋势指标，如果一个突破，那有可能这一个趋势就要变成一个多方买的一个趋势所以现在观点就是这样子嘛，你如果短线有做对的一些仓位，不管是30分钟，昨天如果在这个位置我有时间有开的话，我可能在这一根就会平掉一半，然后留一半你也可以设在这一个超级趋势30分钟里面，就这几根 K 线的低档位置大约是在多少，不然你的防守也可以设在23700美金，留一部分看要不要抱成一个长线然后想跟大家聊一下这个狗狗币，现在只有一些现货因为这一波确实是非常难搞，洗来洗去，昨天是都达到这个低档的位置。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目前其实还是在这一个箱体的下方，什么时候不然也可以等看突破的时候，到时候看要不要去追多，不然的话我的观点是有可能还是在震荡包括以太坊也是一样，以太坊其实昨天这个低档也是程序有给了一笔信号我的观点是你不然以这一个大箱体一半有可能是一个支撑区也就是这根 K 线的一半它也是一个支撑区尽量看这边还是在震荡为主最后还是一样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